八九不离十，十年八倍，十年九项。大家好，我是周弟。介绍十年板别前，先跟大家说一个概念：10年是最后的一个年份，所以10年大头常常混搭模具。在10年大头里出现9年大头像，混搭8年的家和是很正常的一件事。所以很难说10年一定有什么特色，只能说标准10年模具无混搭的情况会有什么独家的特色呢？一样先介绍10年大头与其他年份的大头有什么不一样。10年的肩章是所有年份最清楚的，而且它的星星不是尖角，是有一点钝钝的感觉。肩章在领口之下方，左右两边的线条明显，透打部分有明显与不明显之分。常常看到10年大头的这个位置有明显背后领子部分透打到这一面，是冲压机压力的关系。造字的第一撇上下出头，与8年9年的造字相比是这样下方不出头。华字与8年9年一样，有出现缺左腿的情况。10年家和有独家的鸟嘴叶，这叶子的尾端看起来像一个鸟嘴，比起其他年份更突出，有一点弧度的尖嘴，但是没有9年大头的大尖章这么的弯。10年家和这里是开蟒的，与3年一样，袁世凯的胸前是缺内齿的。10年大头其实挺放荡的，乱配模具的板别有这些称号：8九不离十、10年8倍、10年9项、10年配9年大肩章。以下分别介绍。8九不离十字面上的意思就是10年大头与8年9年大头乱搞在一起，10年混配8年面9年背，或者混配9年面8年背杂交。我们来脱下这放荡10年大头的面纱吧。记不记得上次介绍8年说的8年大头胸前不缺内细齿，正常10年的是缺内细齿的。造字为8年的纽口相连造，肩章有修过的痕迹，足以证明8年大头在上面放荡。家和特征为9年家和背。大家看到这里已经不是鸟嘴蟒了，实心叶，俗称牛造实心叶。再来是9年上，8年从后面来。头像特征为3年9年10年都有的胸前都有缺内齿，这点可以证明不是8年面。造字肩章具备9年特征。家和特征是8年独有的空心叶。再来介绍10年9项，10年大头像9年大头，字面9年改10年。特征是虽是10年，头像造字与肩章均像9年特征。来回忆一下10年的造字，第一撇是上下出头的，9年的撇是下不出头。还有开头说过的10年肩章是在领子下方，9年肩章是覆盖在领子上一点点。家和这里既不是鸟嘴叶，则是9年的细细长长的尖嘴，所以就是10年像9年的板别。8改10年。家和为8年独有的左钩蟒，配上很明显的10年肩章。图片上家和面还有8年独有的下5连珠的细齿。再补充一下，家和面拥有空心叶及8年独有的运珠。奇特的是头像面，值得注意的是头像面的造字并不是10年该有的特色，并且胸前有细内齿，多多少少能看得出有8年的特色。不过肩章是10年的肩章，我猜这个头像面应该是8年去改刻10年的，肩章也修过。10年8倍，这个意思就是10年大头，但是背后的家和却是8年，所以真相只有一个。这位10年大头有着双面人的特质，正面为10年，背后为8年。10年配9年大肩章版，头像面全部为10年的特征，而家和面是9年大肩章的特质。右倒立尾下弯钩蟒，左倒立有小翘蟒，这放荡的10年，连9年中法的表哥都搞上了。OK， 光是以上的几种大乱配就够大家去寻宝了，其余的都是文字上的缺笔。我提出几个版让大家参考。缺口罩，10年独有的开口中，它开口的方向是故意设计的，不像以往模具堵塞的样子。竖点年，上下相连；直年，上不相连；梯点年，肩章6角星，上方多一小角。10口罩，其他小板别都大同小异，可能是缺口罩的位置，上缺口或下缺口或缺口中。年的点有的是斜斜的点，
甚至有的是没有点的，大家可以自行去研究。另外送大家一个10年大耳版，很明显的特征就是耳朵的内沟从上至下一直到耳垂的部分，普通的耳朵是这个样子的。好啦，本次视频内容就这样，想看其他年份的视频可以参考之前做的影片。币常钱币介绍系列还有什么想看的内容，可以在下方留言哦。订阅起我的频道，点赞加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